在一个光线昏暗的房间，少女刚一睁眼，就听到一个低沉戏谑的男声问：“醒了？香衣小姐准备怎么对我负责？”不远处的沙发上坐着一个身穿黑色衬衫、修长指尖夹着支烟、看不清脸的年轻男人。少女坐起身，大脑一片眩晕，眯着眼睛打量周围环境。少女正是香姨。记忆里，她1年前出了场车祸，现在应该是在医院里，但自己现在是在酒店的套间。这时，戏谑的男声突然又飘来，吓得香姨一身机灵。香衣小姐是想赖账？男人站起身，缓缓地走向香姨。吃干抹净不付账可不是好习惯。香姨看向男人，很快就冷静下来，开口说话的语气淡定且礼貌：“结婚还是封口费，你自己选。”室内诡异的沉默了几秒，男人灭了手指间的烟。封口费？和你多睡几次，我岂不是能发家致富？砰砰砰，砸门声紧跟着响了起。男生又道：“有心人已经来捉奸了，看来你出不去了。”香姨片刻恍惚，心想不能走门离开了，翻身下床，拎起床边的高跟鞋，解开系着头发的发带，一把拉开了窗帘，看向男人道：“银行卡号。”男人意味不明，有些玩味地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选封口费？”香姨这时也懒得和他废话，想结婚联系我管家，然后报上了一串数字，反身从阳台灵活地跳下后消失在黑暗中。男人看到这一幕，眉角狠狠抽了下，这里可是6楼。此时已经在1楼，淋着雨坐在路边的香姨正在回想着刚刚的一切。1年前自己出了车祸后绑定了一个系统，像无数网络小说里写的一样，开启了他的快穿生涯。现在虽然回来了，但好在他学的技能还在，才能平安跳到地面。这时，一个染着彩色头发的男人尖叫出声，手里举着伞朝他跑过来。乖乖，着急忙慌又道：“乖乖，可算找到你了，你真把那个爱豆给糟蹋了。”香姨思索了2秒，给出了客观的评价：“可能得逞，可能未遂。”然后下一句直接把彩毛先生给整石化。对了，您哪位？彩毛先生接着紧张又激动地回答：“我是你的经纪人阿南啊，乖乖，你别吓我。”香姨心想，经纪人，我现在是个明星。香姨接着向阿南解释自己失忆了，已经不记得自己近期内发生了什么。阿南听后喃喃自语道：“之前听说乖乖曾经出过车祸，导致失忆，怎么又失忆了呢？”然后香姨就从阿南口中得知，现在已经是他出车祸后的1年。他的灵魂在无数界面快穿时，他的身体并没有成为植物人陷入沉睡，而是被人给占据了1年。这1年里，那个人借着失忆的名头任性妄为，得罪了所有人后，非要进娱乐圈发展，现在是个18线综艺咖。阿南打了一个喷嚏，把香姨从他的思绪里拉了回来。阿南提出了先送香姨回去，明天再带她去医院。香姨心中惦记着多时没见的家人们，便拒绝道：“不用，好久没见家人了，我拦车回趟家。”阿南听后欲言又止地说：“乖乖，你和家里人闹掰了，现在住在公司租的公寓里。”香姨听后浑身一僵，回头看着阿南道：“详细说说。”心想着那个人这1年到底用我的身体惹了多少事。隔天，星耀娱乐办公室大楼外，香姨拿着手机心想着，不知道小叔叔会不会在。与此同时，星耀娱乐总裁办公室内，香姨简直没救了，之前搞出那么多无语的事，这次居然还敢大爆天，敢摸进你的房间。说话的正是星耀娱乐总裁，也是香姨的小叔叔相逢。相逢又道：“气死我了，我再搭理他就是狗。”同时，在总裁办公室背对着相逢正在望着窗外风景的男人开口提醒了句：“你的电话响了。”相逢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竟然是香姨。他在接与不接之间反复横跳，疯狂摇摆，心里想：我才不接！我堂堂星耀娱乐总裁会干这种打脸的事情吗？但同时又担心，万一香姨是遇到了什么危险才打给我。脑海里想着香姨无助地拿着手机等待他接电话的画面，挣扎了一番，还是选择接了电话，语气冷酷：“喂，有事说事，没事勿扰。”香姨欢快的声音紧随而来：“小叔叔，我来找你了，我恢复记忆了。”哎，相逢愣住。此时门外响起了叩门声，香姨拎着保温盒打开了门，注意到房间里还有一个人身影，刚好背对着他。小叔叔，你有客人吗？相随没好气道：“进来吧，你不是认识吗？昨晚你还糟蹋人家来着。”这时男人转过身，香姨瞳孔一缩：“竟然是他，10岁